王君气度非凡，韬略万千，才能够设计出如此复杂又非常宏大的机关。可惜啊，关键的部位啊，始终是建造不成，本王都要放弃了。还好遇见了你。论机关的建造天赋啊，光从短刀图上看，你在本王之上。惭愧，短刀图其实也并非小九设计出来的，也有借鉴他人的想法。倒是王君，王君可是凭一己之力设计出这些机关的。那是，本王从小就爱钻研这些东西。可是，所有王子们小时候不是应该去钻研治国之策吗？为何王君喜欢钻研机关呢？年幼的时候，父王很少管我，我就有大把闲暇的时间来学习这些驳杂的东西，譬如弹琴啊、饮茶呀，包括这些机关。可是王君不是储君吗？为何先王会不管你啊？恕小九多嘴，问了不该问的，望王君恕罪。本王愿意对你说，本王刚出生的时候，母后就先去了，父王也很少来看我，我一直以为他是忙于朝政，可是后来才发现，不是这样。父王应该是太思念母后，怕见到我，再勾起他的丧妻之痛吧。原来如此。王君出生于帝王之家，童年间还如此不易。王君也有这么可怜的一面，我真想上去抱一抱的。其实，本王年少的时候，特别埋怨父王，但近来倒有些理解他了。为何？遇到你之前，本王很难理解父王对母后的爱，一个人如何能对另一个人有如此深的爱意？遇到你之后，本王终于懂了。殿下，王君又不在宫中，定是与那九夫人又一起出宫游玩了。此事颇为蹊跷。王君不是生性贪玩之人，就算再宠爱九夫人，也不会三天两头的往宫外跑吧？有道理，会不会？王君果然和九夫人在一起。王君待殿下可真是薄情，上回说要来探病，可一次都没来过。坐吧。小殿下在画什么呀？机关图。近日王君经常带我去王陵，让我帮他设计机关。哦，那你们俩岂不是有很多独处的时间？那当然了。程昱元君好像教了你如何帮帝君历劫的方法，可有效果呀？你还说呢。上次赏月的时候，我就试着撩拨了一回，你猜怎么着？差点就要招架不住了。然后我幸好灵机一动，就把他灌醉了。我怎么会相信程昱能有好方法呢？你知道吗？他每回深情款款地看着我，然后对我说那些甜蜜的话，做着甜蜜的举动，我都感觉我真的要招架不住了。每回我这心里都是
又懊恼又纠结，又期待又害怕，每天我都活在水深火热之中。苦了小殿下了。不过这么说来，帝君的情节也算是立了一大半了。什么意思啊？你要让帝君历尽三情尽断之苦，他已对你完全动情，如今就剩下一件事了：利用他的爱反伤他的心，让他眼睁睁地看着你与他人比翼双飞，心生恨意，这情节也就算是立完了。这哪是他历劫，这就是我历劫啊！这么说来也是，不过没有别的法子，小殿下，你要下了这狠心，别忘了，帝君若渡劫不成，他的修为就无法恢复，这四海八荒就会遭遇更大的劫难。殿下是不是有什么主意了？你一会儿准备一些珠宝，随我去趟月华宫。去月华宫？我要以还礼之名去会一会九夫人，看能不能从她那里打探到一些消息。九夫人虽然生性好动，但也不是愚笨之人，不至于说出真正有用的消息。所以，我把她找出来了。这香囊有何奇效？这个香囊是聂先生送给我的一个宝物，表面上散发着桂花的清香，可是里面却是一种特制的奇香。只要九夫人将它收下，置于屋内超过几个时辰，这种奇香便会存于她身上，到时候我们追寻她的踪迹便可。竟有此等宝物，聂先生真乃神人。这段日子一直在养病，也没有好好的过来看看姐姐。说来惭愧，姐姐被封为夫人之后，这竟是我第一次来到月华宫，真是不应该。妹妹严重了，养好身子才是第一要事。想必妹妹现在身子已经大好了。托姐姐的福，身子已经痊愈了。生病这段日子，我对这宫中的人事也真是疏略了不少。也不知道姐姐最近在忙些什么。这宫中多多少少是有些事，但要说大事也没什么，不过就是赏赏花、散散步、陪陪王君罢了。